當地時間2月11日，米蘭冬奧會單板滑雪女子游行場地技巧預賽第2輪的賽場，33歲的劉佳宇，這位第5次站上冬奧賽場的中國老將，正在為晉級決賽做最後一搏。可誰也沒有想到，原本流暢的滑行在最後時刻戛然而止，一場驚魂失誤讓全網的心瞬間揪緊。大家好，歡迎來到星球熱點，國際大事從不缺席，輿論場中抽絲剝繭，聚焦獨家中國資訊，點讚、訂閱加小鈴鐺，帶你用不一樣的視角讀懂中國故事。了解單板滑雪 U 型場地技巧的朋友都知道，這項運動本身就伴隨着極高的風險，運動員需要在 U 型池內高速滑行，反復起跳，完成高難度的旋轉動作，每一次起跳，每次落地都在與風險博弈。而卡池岩則是這項運動中最危險的情況之一，一旦出現，運動員很可能失去平衡，以失控狀態重重摔倒，甚至面臨重傷風險。而劉佳宇就在這場決定晉級命運的關鍵滑行中遭遇了這樣的險境。當天的預賽中，他的第一滑發揮穩定，順利完成整套動作，拿到62.75分，暫時躋身前12名的晉級區內，保留了晉級決賽的希望。可競技體育從來沒有絕對的穩定，在他第2滑開始前，隨着其他選手陸續完成高質量滑行，他的名次悄然滑落至12名開外，晉級希望變得渺茫。擺在他面前的只有2個選擇，要麼放棄衝擊，接受既定的結局，安全完賽即可，要麼拼盡全力挑戰高難度動作，爭取一絲晉級的可能。對於33歲傷病纏身且這是最後一屆冬奧的劉佳宇來說，放棄或許是最穩妥的選擇，可他用實際行動給出了最堅定的答案：競技體育沒有放棄。滑行開始，劉佳宇踩着滑板在 U 型池內快速穿梭，一次次起跳、旋轉，動作依舊舒展有力，看得出來他拼盡了全力。可就在倒數第2次起跳時，意外突然發生，他出現了驚險的卡池岩失誤，身體瞬間失去平衡，重重晃動了幾下，在場所有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小編猜測，那一刻他的腦海裡只有一個念頭，就是穩住身體，完成最後一跳。憑着多年的賽場經驗和強大的意志力，劉佳宇艱難地穩住了身形，沒有立刻摔倒。可此時的他，速度和穩定性已經大受影響，繼續挑戰高難度動作，風險可想而知。但他沒有猶豫，調整姿態，發起了最後一次起跳，試圖完成900度轉體動作，爭取更高的分數，逆襲晉級。可遺憾的是，失控的態勢已經難以挽回。起跳後，他的身體在空中失去控制，最終頭衝雪面，重重摔倒在堅硬的雪道上，一動不動。現場瞬間陷入寂靜，緊接着醫務人員第一時間衝進賽場，對他進行緊急檢查。醫護人員快速為他測量生命體徵，檢查傷情，全程神情凝重，每一個動作都牽動着全網觀眾的心。據中國單板滑雪隊後續通報，劉佳宇受傷後，急救人員第一時間確認他意識清醒，並初步排除了頸椎損傷的可能，這也讓所有人稍稍鬆了一口氣。隨後，他被救護車緊急送往醫療機構，接受進一步的診療。為了爭取最佳救治時間，後續還乘坐直升機前往醫院，全程開啟緊急救治通道，保證這位老將的安全。所幸經過詳細檢查，最終影像學診斷結果確認劉佳宇的脊椎無異議，沒有骨折，也無需進行手術，這無疑是最大的好消息。隨後，劉佳宇在醫院接受了24小時的嚴密觀察，醫護人員全程值守，實時監測他的身體狀態，確保傷情穩定。在後續的採訪中，劉佳宇才透露了一個令人揪心的細節。當時摔倒後，他瞬間失去了意識，什麼都不記得了。據救護人員描述，他昏迷了整整1分半鐘。這段時間裡，他雖然有睜眼，也有和醫生進行簡單交流，但這些畫面在他的記憶裡一片空白，完全沒有印象。直到他被送上前往醫院的直升機時，才逐漸恢復意識，慢慢開始認識身邊的人。談及這段驚險的經歷，劉佳宇的語氣異常平靜，沒有絲毫抱怨，也沒有流露過多的後怕，只是輕聲說道：“練體育哪有不受傷的，這都很正常，很慶幸我還活着。”簡單的一句話，背後藏着多少辛酸與堅韌，只有他自己知道。多年來，傷病一直伴隨着他，可他從來沒有被傷病打垮，哪怕這一次拼至失意，他依舊能以樂觀的心態面對一切。
提起劉佳宇，很多人都會想到中國优池女王這個稱號，想到她在平昌冬奧會上為中國隊奪得歷史首枚冬奧單板獎牌的輝煌時刻。這位在雪場上光芒萬丈的老將，最初與滑雪的結緣純屬誤打誤撞，而他的滑雪生涯從一開始就伴隨着傷病與挑戰。劉佳宇有一個可愛的綽號“功夫女孩”，因為在接觸冰雪運動之前，她的童年是在功夫的世界裡摸爬滾打度過的。11歲那年，正在練習武術的她，憑借出色的身體素質和過人的協調性，被滑雪教練一眼看中，從此開啟了自己的單板滑雪生涯。彼時的她還只是一個懵懂的小女孩，連自己都沒有想到，多年後單板滑雪會成為她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陪伴她走過20餘年的時光。剛接觸單板滑雪的時候，劉佳宇並沒有太多的熱愛，甚至還有一絲抵觸。在她看來，練習滑雪更像是為了完成教練布置的任務，每天重複着枯燥的滑行、起跳、旋轉，根本體會不到所謂的飛翔的快樂。可即便不喜歡，他也從來沒有敷衍過，憑借着一股不服輸的韌勁，認真完成每一次訓練。而他身上的滑雪天賦，也在日復一日的訓練中逐漸顯露出來。接受專業訓練短短幾年時間，劉佳宇就開始在國際賽場上嶄露頭角。從世界杯分站賽到世錦賽，他一步步站穩腳跟，一次次站上最高領獎台，用實力證明了自己的天賦與努力。2010年溫哥華冬奧會，17歲的劉佳宇初登冬奧賽場，年少成名的他沒有絲毫怯場，憑借穩定的發揮，一舉取得第4名的好成績。雖然未能站上領獎台，但這份成績已經足以讓世界看到中國單板滑雪的潛力。2014年索契冬奧會，劉佳宇帶着肩部的舊傷出征。彼時的他左肩傷勢反覆，已經經歷過1次手術，傷病的困擾讓他難以發揮出最佳水平，最終只獲得第9名的成績。雖然留有遺憾，但他沒有氣餒，而是默默回到訓練場，一邊積極治療傷病，一邊刻苦訓練，只為下一次能站上更高的舞台。2018年平昌冬奧會是劉佳宇冬奧生涯中最輝煌的時刻。經過4年的刻苦訓練，克服了無數傷病的折磨，他終於在賽場上綻放光芒，憑借一套高質量的動作，一舉奪得單板滑雪女子 U 型場地技巧銀牌，創造了中國隊在這個項目上的冬奧最好成績。2022年北京冬奧會，劉佳宇再次出征，彼時的他已經30歲，傷病纏身，狀態也大不如前。決賽中，他在前3輪均出現失誤，晉級形勢十分不利，但他沒有放棄，在最後一輪調整好心態，順利完成整套動作，最終收穫第8名的成績。雖然未能復刻平昌冬奧的輝煌，但他拼盡全力、永不言棄的樣子，依舊打動了無數人。北京冬奧會結束後，傷病纏身的劉佳宇選擇了暫時退役，告別了陪伴自己多年的雪場，進入哈爾濱工業大學攻讀力學博士學位，開啟了自己的全新人生。彼時的所有人都以為，這或許就是他滑雪生涯的終點，他會從此專注於學業，徹底告別競技賽場。可誰也沒有想到，告別賽場近2年後，劉佳宇再次做出了一個令人意外的決定，回歸賽場，向米蘭冬奧會發起衝擊。談及自己的這個決定，他的語氣堅定而真誠，因為之前定了目標，要比自己的第5屆冬奧會，目標定下了就得完成，在我這裡沒有半途而廢一說。可回歸之路哪有什麼一帆風順？備戰米蘭冬奧會的這個賽季，劉佳宇再次遭遇傷病侵襲，在一次訓練中，他因為做高難度動作導致腳踝受傷，嚴重到無法正常走路，只能躺在北京3院的病床上接受治療。而彼時距離冬奧會資格賽已經越來越近，所有人都勸他放棄，可他卻異常堅定，哪怕拄着雙拐也沒有放棄訓練。為了能夠順利拿到米蘭冬奧會的入場券，為了完成自己的第5次冬奧之約，劉佳寧在腳踝傷勢未癒的情況下打了封閉，毅然前往世界杯雲頂站參賽。那場比賽中，他除了滑雪的時候，其餘時間都需要拄着雙拐行走，踉踉蹌蹌的身影卻藏着最堅定的信念。談及此事，他曾笑着說，大夫也拿我沒辦法，最後只能給了個醫囑，比完再治唄。有人說劉佳宇是鐵人，可在他自己看來，這些傷病，這些痛苦，都是他為熱愛甘願承受的代價。生活中的他就像一個小太陽，永遠帶着溫柔的笑，樂觀開朗，哪怕遇到再多的挫折和傷病，
也從來不會把負面情緒傳遞給身邊的人。他曾說，傷病對於我來說習慣就好，每一天只要能夠讓我保證正常的訓練，我就已經很滿足了。其實沒有什麼堅持不堅持，我的想法就是和教練去享受滑雪，去開拓自己的極限。在他看來，自己從來都不是在堅持，而是在享受滑雪帶來的快樂，享受在雪場上飛翔的感覺，享受為了目標全力以赴的過程。好了，今天的內容到這裡就結束了。如果你喜歡小編的影片，還請大家多多點讚轉發，讓更多的人一起見證中國進步。關注我的頻道，這樣既能回顧往期視頻，又不會錯過之後的精彩內容。那我們下期節目不見不散。